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的新闻茶座今天是文革会卷土重来吗？今天这个节目是我们在 YouTube 跟 Clubhouse 两个平台同步直播。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向大家先报告一件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节目2周年2周年纪念日。那么这2年以来，我们这个节目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和肯定，所以我们才会走到今天。所以我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请大家继续支持我。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开始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这个话题准备主要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做一些资料性的供应那么因为有一些年轻的网友，有些东西还是不大了解，特别像文革这样的话题那么另外一个，我会先贡献我的观点这个观点呢，就基础性的我是怎么看，然后把这个时间交给大家让大家来发表他的意见和观点先说主题今天是5月16号，是文革正式发动55周年纪念日那么文革全称叫文化大革命也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16通知文革的开始是从516通知开始。516通知是5月16号的通知它的全称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或者叫中共中央通知。它发表日期是1966年的5月16号，所以被广泛称为516通知。它其实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一项通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的一个标志这个通知的结语是这么说这个通知结语是各级党委立刻停止执行2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然后跟着呢，就是1966年的6月1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后续又发表了就是陆续的社论，把这个516通知的内容向全国铺开。所以当时就是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么发动起来。那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牛鬼蛇神是什么？牛鬼蛇神其实就是黑五类所以那个时候就把这个黑五类关的地方叫牛棚，就这么来我们今天站到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回看文革，给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政治运动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正如我们今天的题目，文革会卷土重来吗？我不想在这里再重复的把文革的是什么这样的内容重复一遍大家可以这个工作大家可以用检索的方式就可以完成。我们今天讨论更有价值的部分那么在我们讨论这个价值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文革的灾难到底有多大1978年12月13号，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副主席叶剑英说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这是叶剑英的说法。对于文革造成的灾害，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那么大家可以上网去看，有不同的说法。我用这个叶剑英的说法都是为了这个描述一个这个级别那么当时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除了物质极度匮乏，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阿城的这个小说，阿城小说有一系列的关于这个中国人当时生存的极度匮乏的状态，就是饥饿什么个饥饿法。阿城有一系列的小说在写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真正精神上的折磨是什么样精神上我跟大家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这样的
故事，是作家冯骥才讲的一个故事。他跟他太太文革的时候是在一个画社工作啊。那么1986年的一天，冯骥才的太太和他的女同事印完了一块这个毛主席像的画板，要送去车间啊。那么这个画板呢是用绳子系着，外面有包装纸啊，包装纸上面有点油腻，还蹭了一些红墨。然后冯骥才的太太把这个画板交给这个女同事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像块火腿，像是块火腿。冯骥才在旁边一听，吓了一大跳，大吃一惊啊！他就想马上把话扯开。这个时候，女同事就张嘴了，她说：“冯骥才，你可听好了啊！你老婆说领袖像是火腿。”冯骥才有急才啊，马上回答：“我可没听见他这么说，这话是你说的，我们屋里可就咱仨。”冯骥才后来他在描述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拔剑相向，瞬间来到你死我活的时刻。文革中的政治运动有时候就是这样，忽然反目，生死利剑。”这就是冯骥才的描述。他的女同事当时就愣了一下，马上也是急才，马上笑着说：“那我们谁都没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啊。”大家想一下那个场景，大家那就是生死利剑啊！如果冯骥才不是急才，当时没有这么说啊，那他和太太的下场，在文革当中就是死于非命啊。那么痛快的就是直接拉去毙了，不痛快、长久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批斗、折磨，最后自杀。这在文革当中司空见惯。在文革当中，这种事情无日无之，任何人都逃不过去。他把这个9亿中国人在每个人的人性的黑暗发挥到了极致，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互相算计、斗争，你死我活。每个人都在加害其他人。不要说这个文革受迫害，其实不是的。文革是什么？文革其实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加害其他人，同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这场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是中共啊，中国共产党。所以文革是什么？文革的动机就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啊。它的过程是什么？过程就是中共持续的组织和推动的一场政治运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中国人民所有的人都持续参与、持续不断的内斗。它的特征是什么？它特征就是2个。第一个，中共对社会的极端控制啊，从城市到农村，从街道到这个单位，那么农村从乡镇到自然村，还有就是对人身的极端控制。控制什么？控制信息，控制思想，控制言论，控制行为，控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控制所有的一切。中共控制一切就是文革的特征。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我们在表述这个题目之前，我刚才跟艾米说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讲，在2年前我曾经反对过，有人说文革会重来吗？我当时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2年前我都会这么讲。但是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刚才跟艾米说，我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是有现实意义和现实价值。为什么？这里面有2个不同的陈述啊，就是关于文革结束啊，文革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这里有2个描述。第一个描述，如果把文革定义为一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这场政治运动是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11大结束的。当时是华国锋在做政治报告的时候，他讲文化大革命我们胜利结束了啊，这件事情他正式宣布，这是华国锋宣布的。华国锋当时是中共党的主席啊。
这是第一。第二，文革如果作为一种中共的统治文化或者是社会形态的话，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也没有结束过。这是有两个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今天讨论文革卷土重来，不是讲的意念上，而是具体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中共会不会把中国社会带到文革的那种社会状态？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了，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互联网啊，那么我们现在的有快递啊等等，我们现在社会形态，现在中国社会不会像文革时代那么极度的贫困、物质匮乏，就一些社会条件是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文革不是意念上，而是具体的政治运动，而这个政治运动是发生了变化的政治运动，就是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那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照搬，而是本质上、属性上的复归啊，会不会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我来提出两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推动文革发生的这种复归，文革这种社会状态复归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当今中国有着极其肥沃的文革土壤，这里面包括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历史文化因素。文革是什么？从文化上来说，或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就是义和团运动的延伸啊。我这个我不展开，网上有很多的讨论，就是义和团它反映的文化的属性和社会的属性，或者是国民性的属性，和文革其实在内在上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残酷恶劣的生存环境。残酷恶劣的生存环境，我当然讲的不是现在的中产阶级或者是上层社会，讲的是中低层的这个生活在社会中低层，主要还是底层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存状态非常的残酷和恶劣啊。那么基本上他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走不出困境，第二个问题看不到希望啊。所以现在有人说法就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着他们啊，这是我讲的，就是现在的当今中国社会的两个因素啊，就是文革的土壤。这里面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我这里不展开讲啊，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文革时期的文革，特别是文革的初期，文革运动参与者的主体就是红卫兵啊，红卫兵的主体是中学生，当然也有一些大学生，但是当时的大学生本来就很少啊，主要是中学生。那么当代的中国如果会发生文革，会不会有红卫兵啊？当代的红卫兵又是哪个社会阶层啊？那么它的特征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可以讨论啊，可以讨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我刚才讲了，我们如果文革卷土重来，首先它有个土壤，社会土壤。第二个，中共在干什么啊？中共在干文革的否定是这么，文革我们讲，文革是中共的一种统治形式，就是集权制度的极端化啊。那么中共是在1981年6月27号召开的11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这个决议，第一，否定文革啊，首先是否定文革啊。第二个，中共跟毛泽东切开，让毛泽东背上文革的责任啊，然后中共脱身。其实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让中共脱身啊。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否定文革这个决议啊？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还是权力斗争，就是邓小平要清除毛的势力啊，这是第一个权力斗争。第二个政治路线啊，要把原来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路线改为搞经济。
邓小平认为中国再不搞经济就完蛋了所以要搞经济，所以改变政治路线。改变政治路线，那么与之匹配的是什么？与之匹配的就是政治形态要变化政治形态要搞市场经济，放松对社会对人生的控制，你否则怎么搞得行？你原来养2只鸡都不行，那你要让他们搞，让他们去养，让他们养猪就是一个。那么这件事情有了这种改变，中国才有今天。如果没有这种改变，那中国不会有今天，那中国还处于文革的统治形态当中。那么习近平，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有中共，要看中共在干什么？要看中共干什么，要看从习近平开始。习近平是18大上台，2012年，那么到19大，他就真正的控制了所有的一切。但是其实呢，习近平上台的马上做的一个动作是什么？他就是改变对文革的定义之前我们说11届六中全会全面否定文革那么到了习近平这里，他也把文革给翻案了给帮文革翻案。帮文革翻案，他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2013年1月5号，他在中央党校的这个中央委员学习班上说了一番话，就是前30年后30年的这个说法。前30年后30年说法，我完整的描述一下。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2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共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2个时期虽然有差别，但绝不能彼此割裂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的后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的前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2段话后来就变成了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这是一个，他把文革的调子就改得完全的翻过来就是文革也是历史探索、实践探索这件事情后来在教科书上有反映那么现在最终今年这件事情把它做实了。怎么做实的？就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建党100周年的核心就是党史学习教育运动。党史学习教育运动有一个教材叫《中国共产党简史》，是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出的编写，就把习近平的这个观点放进去了。他就把在文革的陈述的时候就完全翻过来了就是他这么说，他说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7年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积极探索，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27年。这一句话就改变了。文革是什么？文革是原来讲的是中国的一场浩劫，就是劫难之大者叫浩劫，他现在是伟大成就。然后他说，尽管这一时期充满艰难曲折，甚至遇到重大挫折，但总体上是在探索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历史性巨大进展，逐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积极成果，创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你想一下，叶剑英讲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9亿人整了1亿人，那9亿人是后期前期只有6、7亿然后就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8000亿人民币就是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只有10几块钱，他浪费了8000亿现在习近平的定调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基础、物质基础。那个时候人都穷成那样，叫物质基础所以习近平在用这种方式，他不是通过党的决议来改变对文革的定性，
而是他用继承事实的方式来为文革平反。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有4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帮中共摆脱文革这个负资产。你想一下，如果按照11届六中全会的定义啊，那么文革是什么？文革是毛泽东的一个污点，但是其实全人类都知道，文革是中共干的事情。毛泽东他一个人能干吗？不行，他一定要靠一个组织来推动一个长达10年的政治运动，没有一个组织怎么可能持续得了？没有这个中共的组织推动，文革一天都进行不下去。所以这一定是中共的负资产。习近平为他方案，把这个负资产变成正资产，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做当然讨好党内啊。你看看，我们原来是有污点的，我们这个党是有污点的，现在你看嘛，我把污点变成光点，那么获得党内的支持，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的连任啊，这是第2个。第3个，中共是叫什么？这个永远正确嘛，啊，中共永远正确。那么把这个污点去掉之后，那可以建立什么？中共的光辉地位。中共有光辉的地位，那么他作为中共的总书记，那么当然也能个人崇拜，这是个人崇拜的一个条件啊。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收紧，他要收紧对社会的控制，收紧对个人的控制。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共在数字集权的这个领域走得非常的激进，推得非常的快，非常的激进。数字集权的核心是什么？数字集权的核心就是2个，一个是对社会，一个是对个人进行全面控制。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文革，对人生、对社会的极端化的控制，就是文革。文革的这种社会形态，或者文革的人的形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中共是由从组织上推动这件事情的这种动力，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文革会不会卷土重来的我讲的两个条件，一个社会土壤，一个中共本身的它的政治意图。好吧，那我们今天呢，我就先做一个基础性的话题准备。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进入什么呢？进入这个互动阶段。互动阶段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现在 YouTube 我们有个这个新闻茶座的模式，新闻茶座模式的核心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讨论围绕着主题展开啊，在互动过程当中，请大家我们只集中在文革是否会卷土重来，或者它会怎么样卷土重来，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开始，好吗？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互动。Amy， 我先把这个YouTube 平台上面的大家的观点先消化几个，然后再请大家上来，好吗？好的，那个 Clubhouse 的那个小伙伴，如果你对这个议题也感兴趣的话，可以举手，我先把你们拉上来。那等一下我会按着麦序，然后再让你们发言，好吗 ？OK， 王老师，你先来吧。好，我先消化几个观点。很多人认为中国进入了现代化，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去看看伊朗政变，人类社会是完全可以倒退的。OK， 观点2，以目前土共疯狂维稳的情况来看，文革 2.0 一定会来，但是会用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不会让韭菜有机会聚集去做任何事情，会用网络的形式开始和交锋，五毛掌控着方向，配合掌控方向，最后用国家机器去完成收割，或者可以叫做网络文革。这个角度很特别哈。网络空间其实是互联网出现之后，人类的生存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存状态
分成两个空间，一个是现实的空间，一个是网络的空间。那么这位网友提出来的是，文革可能会用另外一种形态出现，就是在文革，在物理上不出现任何的聚集，而是在文革进行文革，网络文革，这个观点很特别。情绪文革很多作恶多端的人活得好好的，而且念念不忘什么时候再版人民币，没有文革发动者才有希望。观点，10多年前还在纠结是不是要移民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能走就走，只要中国还是中共执政，文革这样的事情一定还会出现。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一夜之间会化为乌有啊。那么提问，当年一言不慎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王先生认为这种事情可能重来吗？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现在网络的这个围剿，你现在看看互联网上面的围剿，然后大家记不记得李文亮医生？李文亮的医生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帖子，然后他们那几个网友，那几个同事，其实是同事，就被警察找着去训诫啊。那么实际上这件事情也在发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啊。那么翻墙会被刑事拘留啊等等啊。其实，在网络发生的这些事情，只是现在跟以前的形态不一样。以前直接让红卫兵砸门抄家，现在可能就是直接把你抓起，直接抓到监狱里去啊。所以这件事情会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是在发生啊。那好吧，那我这边先到这里，艾米交给你。好的，那我们先就那个安排序吧，每个人的发言时长是1分钟。那个很高兴啊，今天 Tiny 也来参加。那 Tiny 你要来？好的，那我先说，就是首先我觉得文革它是一种工具，就是在毛的时代，当他发现他有他的所谓霸权旁落的时候，他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经过历史证明，它是可以获得无上权力，而且它形成了一种，我认为所有除了最高领导人以外的人都应该反对文革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个绞肉机。就是你以过去文革的历史来看的话，就是没有人知道谁会在文革中间被绞死。这个可能，比方说我们说红卫兵啊，造反派啊，各个包括老干部啊，各个派别，他们都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被绞死。所以文革我认为是个绞肉机，但是问题是绞肉机确实是有用的，在某种程度上，绞肉机可以帮助某些人达到一个非常宏大的目的。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理论工具，或者叫做政治工具吧，迟早是有可能会被某些想用的人用起来。所以这个的风险一直还存在，因为没有被彻底否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可怕的。对，好，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好，非常感谢 Tiny。那个下一个 Tim 在吗？在。那个王老师你好，我又来了啊。那个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对于大陆的文革我们只是都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年纪现在快50多了然后那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就有听大陆文革然后怎么样那时候都还小嘛，那一直到这个国中嘛，就是大陆初中之后文革就结束了。那一直到大陆去经商然后开始就接触到就有一些老人在讲故事。那我这个人好奇，说我爱听然后我们对文革事实上就是有一个在台湾没有参与者，然后一个旁观者来看，所以说，然后比我年纪轻的甚至根本就没听过所以这个，然后文革在大陆事实上是禁忌，所以说只有党能发声，然后别人也不能研究，所以说这个有官方的说法跟没官方说法，事实上这个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文革的影响。那我个人亲身的体验是觉得刚才那个我很赞同那个
Tiny 是吧？啊 Tina， 那个他的重点就是说，我发动文革是对，就是说，比如说毛泽东他清洗在社会上把他反对他的人抓出来，这是一个好处。第一个 Tim， 你能对吧？能快速的总结感？对，就是说他第一个就是好处就是把他社会扫一遍，然后抓住他的对手，然后把他搞下去。然后第二类就是大家都崇拜他，这是这两个好处。然后回到你的这个题目来，就是说会不会发生？其实我觉得说，如果是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个好处的人，然后在上位者一定会用这个好处来巩固他，这是我的感觉了哈，不知道对不对？谢谢。谢谢 Tim， 谢谢。好的，金在吗？是金，金你在吗？那我们下一个在啊，你好。那好。你先说。对不起，刚刚我不知道怎么 mute，sorry。现在我说吗？对的，现在你可以看吗？你好，黄老师你好，黄先生你好，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特别是昨天还是前天你那个对一个听众的那个反馈，就是说他认为，要从 genocide 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共的文革对中华民族的戕害，我觉得这个切入点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就是说文革是中共领导的对中华民族左倾 radicalization， 就是怎么说，左倾原教旨主义化达到一个顶峰的时间，戕害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分子。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话语权，包括 Wikipedia 上的文革的那个论述，要从这个深度去那个描述这个文革这个历史。另外，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篇书，就是那个上海生死劫，就是王安忆翻译的那个英文叫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它的作者是叫什么郑念，是文革前的那个Shell General Manager， 然后他那个监狱蹲了10年监狱，然后他女儿上海电影艺人剧团的后来被跳楼或者是自己跳楼，反正是最后他到美国来发表他的书，对文革的，然后就说明了文革对他这么一个家庭的这个无穷的伤害。我觉得我们必须从这个个人的角度，然后从民族的角度去理解文革这么一段惨痛的历史，就其实是说明了中共继续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戕害。谢谢。非常好，谢谢。好的。Newton 在吗？我说一下，非常感谢王健老师非常感谢王健老师做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出的非常的及时但是呢，我有一点看法，就是说，这个文革2.0呢，它能不能够继续下去？就是说，它不是一定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对它说不我们网络上不论在国内国外都在对它说不，它这个人他就会把它停止。如果我们都亲自认知，让它自己下去了，很可能就会发生，就像打台湾一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台湾，都在帮助台湾、支持台湾的，他就可能就不敢打如果我们都不管的话，这里一定会做下去。所以谢谢王健老师，好，谢谢。谢谢 Newton， 谢谢。好的。Scott 在吗？在，你好。我就是想说2点谢谢王老师，谢谢大家。首先就是我觉得文革现在已经开始，以另外一种以前不同的方式已经开始，所以大家不要惊讶，这已经开始。第二呢，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文革时候的一个小故事，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想大家可能从那个能进 Clubhouse 和能去油管的话，一般可能年轻人比较多。那么呢，可能对文革不是很了解。那么我呢是65年出生，所以我经过了一点文革的尾巴。那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还是有点印象。那我父母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是什么一件事呢？当时好像我记不清楚，
我父母跟我说，大概是可能是我是5、6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一家人，然后我们去大概一个广场去 shopping 还是干嘛，我突然好像在广场上大声喊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当时就吓傻了，当时我父母就吓傻了，然后就好像我父母跟我好像打了我一样，然后立马把我轰轰忙忙把我带着就往回家跑以后呢，然后我父母就怕别人追过来，然后呢就让我在那个家里面的毛泽东头像下面低头认罪，认了大概2小时。这点其他我记得，但这个我记得2小时，一边哭着，然后一边低着头认罪了大概有2个多小时。所以后来我爸后来跟我讲，说是那时候他就是心惊胆战，就是说自己家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家就逃过，后来什么事儿没有，但是和我父母讲就是逃过一劫。好了，就分享这个事情。好，谢谢这个你的分享。我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啊，应该是1972年，72年我父母单位发现了反标，反标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是什么，反标就是反动标语，反动标语的内容没有人知道。那么后来我父母单位就查，怎么查呢？发现了反标的位置很矮，那就是小孩子写的。那就让小孩子单位里的家属里面的小孩子去拿笔来对他们，让他们去写同样的话。我跟我姐呢，因为个子有点矮，当时还很小，就没有够得上。那么有一家人，我们隔壁邻居，他们家的孩子一看字迹是他写的，然后老大坐牢，老二就是老大跟他妈妈坐牢。然后他们家3兄弟基本上就家破人亡啊！后来他妈妈疯了，就基本上就疯了。在文革这种事情就很多，你刚才讲的你那件事情跟这是很像的，在文革当中这种事情天天都有好，谢谢你的分享。那我就 Amy， 我消化一下平台上的一些观点好吗？观点：贫富悬殊是文革催生的土壤，整个社会都会左转，老百姓乐于看到打倒资本家有钱人 ，CCP 也会利用这一点。观点：类似文革的事件一定会到来，因为文革作为历史事件从来没有在根本上反思过，但是未来可能发生的文革不会像以前那样。中国已经意识到旧文革极端民粹主义对社会的破坏，所以这几年对内维稳的经费比国防经费还要高。维稳对其说是针对民主人士，还不如说是针对国内被战狼外交冲昏头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目前来看，国内民粹主义已经快到了绑架政府的地步。民族主义国内的民族主义，我给过一个定性国内的民族主义呢，基本上我觉得是就像尿壶就需要的时候用一下，然后不需要的时候扔到床底下去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中共控盘，在舆论控制上它控盘，它需要的时候就让它出来打一下日本，打一下韩国，打一下美国。平时他根本不会让老百姓上街的，现在已经对群体事件已经到了敏感到了神经病的地步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刚才那个网友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这个也是很对的，这个网友也说的很对，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原有的模式未必好，他可能更多的是在网络空间上进行文革观点：秦的法家同样是打破小家的单位，一起服务帝王一人，同样也是鼓励相互揭发，夫妻反目。毛把秦的法家研究得很透彻，帝王术发挥到了巅峰。习现在也是一直鼓吹秦朝的大一统，以及没有明说的秦朝的法家思想。文革和现在的习做的都是帝王术的升华。如果习有需要再次发动一次文革来保住他自己的皇位的话，那么文革就一定会很快回来。观点：
邓小平阻止了清算毛泽东，彻底批判文革的党内外呼声和努力。习近平开历史倒车，把中国拉回文革的灾难中。如果他成功，必将是大灾大难。情况：2014年，读大学时教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时，直接批评文革，而且还拿出很多官方公布的数据佐证，以 PPT 的形式给我们讲解，各种对其憎恨的语言发自内心。现在大学应该不存在这一幕了吧？观点：在中国，在国际上用更扩张的战狼外交，同时又在内部开始一场21世纪的文革运动，无法想象在外开启外交战场，在内又让自己的人民如此碎片化，互相批斗，真不知道这对全体中国人民将会是一场怎么样的挑战，又会如何重塑中国人民的形象啊？观点：70后到90后的孩子是黄金的几代，足够的营养、时间、相对开放的思想。那时刚改革开放，高层、基层都在因为高速发展而花费心思捞钱，直到2010年左右开始缓慢，重点又回到了巩固政治权力。现在孩子们从电子到学校，重新受到浓重的政治观点，只需要中共呼吁，和60年前没有区别。其提问：中国社会没有转机了吗？还是继续换下去？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得了，这个问题是个进程，这个进程有很大的变数。你比如说习近平对中共是个变数。本来你说从江到湖他已经开始进入另外一个路径，习把他的路径改变往回拉，这就是个变数。所以中间有没有其他的变数不知道这里面还有一个，从现实的来看，最大的变数是什么？最大的变数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他们的对抗会怎么样去影响中国的进程？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我们能看到的最大的变数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能给出结论性的答案，好吧？艾米，到你。好的，Leo 在吗？Leo。Hello。你可以干嘛？我不太相信文革会再一次到来。因为一是整体中国人的智商教育程度比当年是高很多的，当然我相信洗脑程度可能差不多，但是智商和教育会影响一些人的行为和判断。第二就是因为网络的存在嘛，就算我党对网络的监控还是非常严格的，其实它是无口不入的。就是网络是你可以封大部分，你可以封95%在95%，你是封不了全部的。你就像这次这个 COVID-19， 其实在大陆公布，就是官方公布之前，那时候我在香港嘛，就香港下面已经传开了，就是我们微信WhatsApp 就已经传开了，说武汉那边爆发了一种就是什么感冒流感什么的吧，严重了，希望大家就注意一下。其实大家下面已经知道了，所以呢，我是不太相信它会重来。当然，我相信政治气氛会越来越严，就是现在这种大趋势是肯定是越来越怎么讲统一思想吧。但我不太信文革一样的事情会到来。当然，我没有经历过文革我还比较年轻，所以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好，谢谢。好，谢谢。那个Evan在吗？我在，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王健老师，关于这个文革2.0不是大家一直在说这个如果说文革2.0来了以后，最直接这个叫什么叫 indicator， 就是怎么样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就相当于你去做一些反应的时候，虽然说现在有这种越来越政治倾向化也好，越来越这种
怎么说呢？这个气氛越来越差也好，怎么样？我的问题很简单，怎么样判断这个文革2.0，或者说文革的这种戕害离我们越来越近？谢谢。那就要看我们怎么去定义文革啊。那么文革，刚才我提出一个我抛砖引玉吧。文革是一种统治形态，或者是统治文化，也是一个生存状态。其实讲的是这2件事情，一个是上面的人他在做什么，和下面的人在怎么过的问题啊，这是2个形态。那么从统治的形态来说，就是极端控制。控制什么？控制人生。一个是控制人生，一是控制社会。那我控制人生、控制社会，当然是一个是组织上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言论，一个是思想，一个是这个行为。那你可以看啊，就是说，一个是从上面的这个行为，它统治的行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啊，生存状态当然就是，文革的生存状态就是2点，第一个恐惧。就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这是一个。第二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互斗，就是你举报我，我举报你，然后你想办法通过举报来获得自己的政治加分啊，或让自己获得好一点，或者至少让自己没那么差。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我们讲文革，它不是一个仅仅是说，当然从事件上来说，它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我们看文革不能仅仅看只是个政治运动，它其实对整个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很多人讲文革重新复归啊，文革重新复归，我们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护照。你可以看现在的护照，现在护照是大部分是不发的了，不发护照没有道理啊，难道印不过来？那不可能。为什么不发护照？之前我们讲他不发护照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外汇的问题，外汇不够。但现在的情况，外汇并不存在不够，那我们就反推，他不发护照原因并不是因为外汇问题，他就要加强人身控制。加强人身控制，你看通过这次的这个人口普查，你可以看人口普查他要的信息就更广泛。他现在开始要调查什么呢？调查海外关系，海外关系，这以前也有海外关系，那就是罪来的。所以开始他在收紧对人身的控制，包括现在的这种我们叫数字集权。数字集权根本是什么？就是对人身的各种各样的控制。所以这就是我们讲，那从思想上来，思想控制的角度，言论控制的角度，我们可以。你要说的是 indicator， 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衡量文革到底有没有来，我们就要评价文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评价文革是不是来。所以如果以这个我们刚才的描述来看，文革是已经来了，文革是已经发生，因为它在加强对人身的控制。但是现在有没有到文革时代那样的控制不好说。为什么？因为原来人身控制的手段很少，就是人盯人，派这个街道的红袖标老太太去看住每家每户。现在不是，现在是有集权工具，那集权数字工具对人的控制比原来要强大得多啊，所以它背后的控制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言论管制、思想钳制，这个程度跟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是差不多。所以如果你说现在和文革那个时代的差别，就是属性上的差别，我觉得就差一点。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电视认罪跟原来的批斗会是没有区别的啊，原来批斗会只是开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或者上万人的大会，你直接向中央电视台去认罪，这个批斗会比那个规模要大啊，所以
你可以看现在原来的红卫兵的批斗跟现在的网络五毛粉红的批斗，其实属性是一样就是对你进行伤害。当然它肉体上现在就是警察直接找你训诫，然后翻墙啊，发表什么言论，现在什么污蔑这个先烈，抓进去，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各种方式有很多。他现在的方式跟以前的方式有不同，因为社会进步，社会的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文革是已经发生 ,2.0 已经发生。但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的不仅仅是这种意念上的东西，而是中共会不会发动一场这样的事件性的政治运动，让大家处于一个恐惧当中，从而他对实施更严厉的、更严密的社会控制、个人身控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要讨论的问题啊，就是说你从这个属性上来说，文革 2.0 已经发生了，但是事件上来说还没有发生，因为中共没有宣布这件事情。但中共会不会干这件事情呢？有人说中共没那么傻吧，有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傻。为什么？他有利益，背后有利益。泰尼夫说的非常的对，文革其实是个工具，它是个绞肉机，它可以帮助独裁者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如果他现在有这样的政治目标，而又可以，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的话，难保他不推动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我就答这么多。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这个分析啊。就刚刚我听一下，就是我总结一下。我可以 echo 一点。OK。你先，我们是按着麦序好吗？等一下到您再可以吗？我是这样啊，好，谢谢啊。就是听了这个王老师的这个，我可以给您总结一下吗，王老师？好的。对，就像当今的这个社会啊，如果说就是搞文革的话，王老师提到的这条件和土壤嘛，那这个条件跟土壤就是政府的集权啊，或者个人的崇拜，还有加上一些被洗脑的这些群众或者年轻人，那是不是说广义上来讲，就是说政府和领导以这种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达成某种目的？对吗？或者就是国内的一些势力的对抗，或者对国外的对抗，对吗？这种或者反美的大游行啊，这种类似的，其实都是一种就是另外一种形式上的文革。同时王老师也说了，文革就是对大家的精神上的这种创伤。所以就是说，你这种分析来讲，就是文革其实已经开始了，是这样吗，王老师？是的，我同意 ，Amy， 你说的很对。我还是要尽快的消化一下 YouTube 上面 YouTube 很多，可以吗？好的。你好吧。观点：毛泽东发动文革，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都是一场运动，所以习要发动什么运动一样挡不住。中国一直没有改变，老百姓只能旁观。观点：文革的土壤还有的是，6亿人民收入不到1000，贫富差距悬殊，底层人民仇富。他们更愿意看到类似文革运动的发生。观点：作为文革全程的经历者，亲眼目睹和遭受了批斗、抄家。文革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和的政治恶斗。任何为文革翻案的人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只要中国不对文革进行彻底否定，历史的悲剧即会重演。情况：朋友单位最近接受上级巡视组检查，被发现单位资料库里面有周永康、蒋洁敏的讲话、新闻等旧资料，被列为最大腐败、政治腐败，肃清周永康流毒不力。周末勒令所有人加班，找出所有有关周蒋的文件，进行了统一焚烧。朋友过去对2次文革不以为然，这次告诉我，他觉得山雨欲来了。观点：文革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非常多，全盘否定、全盘重复不太可能。不过，
其中很多内容已经以不同形式在重演。提问：文革期间，无数老干部被打倒，不打倒的只有毛和毛的手下。那些现在的老干部就不怕习借文革把他们打倒吗？不怕被倒查几十年，被挖了祖坟，打成反革命吗？那么怎么就没有阻止习呢？老干部被打倒，对，老干部被打倒，同时老干部也打倒老干部，被打倒的人是被谁打倒？被老干部打倒，其实都是互相打，没有区别。我都讲过，在文革当中，所有人都是加害者，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你看文革之后那些平反的文章，讲谁谁谁被迫害，谁谁谁被迫害，很搞笑的是，被迫害的那个人把下面那个被迫害的人给迫害了，就是这样。这个被迫害的人把上面那个人又被迫害了，就是这样。其实没有区别。中共建党到现在，他们从来没有停过这种权斗啊。观点：从中国人个人这个微观层面来看，文革 2.0 可能性不太大，但从整个人类宏观层面上看，目前中国文革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正确并坚持正确的三观的人比例太少，而基本面最大的人群往往会再重复协助统治者带来的灾难，就好像毛时代，就好像纳粹，当年文革中的那些极端分子，解放后的状态也和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当年的光环收敛后被极端分子反清算，真的是无耻。无知加无人性。 OK， 观点：文革是制度的产物，即使11届六中全会能够彻底否定文革，制度不改变，文革不来也会以其他形式重来。观点：从内部来讲，目前能够阻止文革 2.0 的力量还是有一定民意基础，但无法聚集。很悲观，一个没有组织的个体无异于以卵击石，除非中共内部分裂，除非有外部的力量精准打击。提问：文革当时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当时外部势力无法影响，而现在香港、新疆、台湾被关注，西方国家都为人权发声，而之前的以色列各种精确打击也奏效，文革是否再次发生的，而且已经在底层的发生了？请问王老师，现在在总加速师加速之下，未来西方国家会不会积极介入？不好说。为什么？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定性，之前是说威胁，这种威胁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要用什么办法来解除这个威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特别是美国政府，它是不以推翻对方政权为前提建立的双方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算是川普时代最极端的时候，就是把中共跟中国分开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其实当时美国的政策正在朝那个方向发展，就是推翻中共的方向发展。因为我没办法解决你的威胁，那我想办法让你这个政权解体，是有朝这个方向走的。但实际上往下走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他的这个战略框架并没有跟过来。如果这个战略框架建立起来的话，那美国政府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解体中共的政权。拜登政府的态度其实跟川普政府态度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最大的不同就是定性给中国定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认为中美关系更复杂，比川普政府看的会更复杂。因为中国是第2大经济体，它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那么全世界和它的关系比想象中要密切，所以中美关系会呈现更密切的形态。所以以这个为前提来考虑的话，那美国政府不会以让中共政权解体作为它的政策目标。
如果他没有这个政策目标，那他的介入方式或者介入目标就和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就没有关系了。观点：习为了连任，毛为了重新掌权，两位最高领袖面临的局面何其相似，很有见地，非常有见地啊！提问：毛泽东文革整习仲勋，请问习近平对这件事情到底持什么态度？整的对还是不对？整的当然不对，整他爸肯定不对，但是文革可能就是对的，对习近平来说是这样。观点：文革是真正的国耻，中国人在文革中间的表现真的是太丑恶了。从毛泽东、江青、周恩来、林彪到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上上下下都很丑陋，充分说明中国人是可以举国疯狂。孩子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狼，展现了中国人距离现代文明有多远。好，我最后说一个观点：当年很多知识分子和政府人员都是有良知的，所以受害者大多是他们。然而时至今日，知识分子和体制内含有人存良知者，故网络文革的目标已经转移了，是任何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的人，敢于质疑土共的人，敢于抗争的人。如果这么看，他的确早就开始了。好 ，Amy 交给你。好，那个 Steven 你在吗？我在。好，你在吗？那我是王老师好。那我从一个台湾的角度来去看文革。那其实我到大陆第一件事情来讲，从社会上来看，我最压抑的就是我接触过文革的受害者。那他们都会讲一件事情，就是政府没有平反这件事情，这个是最让我惊讶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从中共的文件，不管是任何历史事件，都会有的东西是政府去定义它是否平反，也就是你的对错是由政府定义的。这一点是让我当时非常惊讶的。所以文革不是只是要否定而已，文革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做什么？是中国人要重新的取回道德的决定权，而不是掌握在政权的手上，不管他是谁。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第一个分享。那第二个分享就是从经济面来看，我有个领导在台湾的时候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是民国50年，就是大陆的60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辈的人都要感谢一个人，叫做毛泽东，因为他把10亿人关在那个大笼子里面。那个是他讲的这一句话。那从经济上数据来看，其实台湾真正与中国大陆各省拉开经济差距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时候，也就是1971年的时候，台湾的 GDP 正式超过上海，就已经全面超越了。然后到1991年，就是大概是差距最大的时候。同时间的香港也是在1976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超过了上海，成为就是超过中国大陆的各省。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个人其实觉得，如果文革真的再重来，我们也不用说像过去那种政治运动，只要中国回到以前那种封闭的思维状态，那中国的经济非常有可能再次的落后。但是中国经济其实不应该落后于台湾跟香港，为什么？因为大陆的东北、长三角其实各方面的生活条件，那个不好意思打断你啊。sorry， 你可以在那个10秒钟总结一下吗？好，讲完了，都比台湾还要好。那我就讲到这边而已。好，谢谢。Steven， 我回应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平反的这件事情。集权政权最重要的是什么？集权政权最重要的是垄断权力，但是它不仅仅是垄断权力，它最重要的核心的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它垄断的是什么？它垄断了真理。集权除了垄断权力，通过垄断权力去控制全社会的资源，这就是集权生存的环境。它垄断权力，然后垄断对社会资源的控制，有控制权，绝对的控制权，这两条，然后维持它的政权的存在。但是从意识形态来说，它集权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它垄断真理。什么叫真理？
就是衡量对错是非的标准。他垄断了它，他怎么垄断？他首先垄断了媒体，他通过垄断媒体来垄断舆论，通过垄断舆论来制定对错标准。所以对错标准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控制了真理。这就是所有集权，包括这个纳粹，包括苏联，包括中共，他们统一做的一件事情。他们通过什么来实现？叫舆论一律啊，舆论一律就是我通过我的手来控制所有的对错是非标准，来控制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你刚才讲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满政府不给他平反？你为什么明明是政府发动的一场这样的运动，你还让他来给你平反？是的，他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政府也其实就是中共党政一家，中共控制了是非标准，他控制了真理，所以只有他的平反才是真正的平反，他不给你平反，你就得不到平反，就是一件这样子。这件事情的背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好吗？我回应一下 Stephen。好 ，Alex 你在吗？Alex。是的。哎，好，你看。谢谢。只是很简短的说一下，然后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事情。然后，其实是我的外公嘛，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里，然后一个很小的不知名的那个小的知识分子。然后，因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是给提意见嘛，然后言者无罪嘛，然后提完意见了，他就变成右派了。然后当时他讲的故事也是很，他去了新疆，然后新疆的我不知道那时候叫教育，那时候叫什么？是劳改。然后他回来讲的故事，小时候我还是听得不是太懂。但是我印象很深的，他说他们比如说劳改的时候经过一条河，那条河非常非常的冷，上来之后就说很多人都死掉了，然后就生病死掉了。然后后来我又听到别的人在说这个新疆的那种劳改营的故事的时候，就说死亡率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的外公虽然是回来落了一身病，但是还是捡了一条命。然后这是很心酸的经历。就这样。文革每一家人，文革中国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没有一个中国的家庭幸免啊！这是文革最如果让每个中国人来讲，都可以讲出一堆这样的故事来啊。Amy， 我要把 YouTube 上面的全部消化掉，因为 YouTube 的时间快到了，好吗？好，你好。观点：文革除了人们互相戕害以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在文革前陷入内卷，工人向上没有出路，年轻人无法安排工作，被迫上山下乡，工厂天天加班搞生产竞赛，但是生活却越来越差。提问：请问王先生，10年文革期间，解放军介入了吗？文革吗？军队内部有文革运动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毛泽东定了一件事情，解放军不介入文革，所以他很清楚文革是什么。解放军是没有介入文革的啊。提问：文革是有特定的形态和定义的，请问王老师，退到文革前17年有没有可能呢？文革再往前，那就很多人怀念，其实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怀念文革前的时代。你是要退回到反右时代呢，还是退到大跃进时代呢，还是退到3年饥荒的时代呢？我不知道你想退回到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们不做这样的假设，好不好？观点：文革已经在香港发生了。我问过 CCP 的党员，他说有些中国人小粉红嫉妒香港人所拥有的财富跟自由，所以拿走这些的时候，小粉红觉得很爽。这个描述会直接让我想起当初的文革。
当初迫害别人的时候，那些文革的红卫兵的嘴脸一如现在的小粉红。观点，王老师之前说过，现在土共实行的分化处理，那么他们应该不会用这种明显的标志性事件来宣布文革 2.0 的开始，一定是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所有的人都根据文革 2.0 的方式去思考和行动，不会让他们发觉这是一场运动。很有道理。观点，文革无疑是中国人的巨大灾难，但真正经历过文革对它的危害了解最深的那代人，是比我们父辈更长一辈的人。这些人群随着时间数量会越来越少。现今中共高压执政，篡改历史，年轻人很难对文革有切实的感受和正确的理解，因此文革随时会卷土重来。情况，最近全国政法公务员的新活动是抄袭语录和学习延安整风。OK， 观点，现在很可怕的是年轻人，他们洗脑洗得很厉害，一切批评都被他们认为是境外势力，见不得中国人过的好日子。年轻人被煽动起来，就是再一次文革到来的强大潜在力量。观点，毛发动文革是因为毛搞大跃进失败，党内大多数人包括刘少奇对他的挑战，眼看自己的位置不保，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发动群众造反，造党内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反。后期造反扩大化，但毛保卫自己的权利成功了，但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今天如果中共遇到经济等灾难，党内有人挑战习的权利，他同样会发动文革保卫自己的权利，因为制度和思想的土壤还在，文革 2.0 还会卷土重来。观点，黑暗森林法则跟文革斗争精神一脉相承。几年前刘慈欣的《三体》在互联网圈子被奉为盛典的时候，说明文革这个精神的核弹的辐射余波一直都在。观点，曹德旺说过，揭示真相才能恢复常识，揭示邪恶才能唤醒良知。王老师的文革专题很有意义啊，谢谢，我明谢一下啊。青庆谢谢，徐延斌谢谢，魏堂谢谢，运至其中外谢谢， James Lee 谢谢， Stephen S 谢谢， Soybean 谢谢，日本网友谢谢，徐嘉诚谢谢，江志宏谢谢， Rick Han 谢谢，新官谢谢，恭喜王老师节目2周年，祝节节高升，一直支持你，谢谢 Kiki 谢谢。好，我们今天 YouTube 平台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